万万没有想到，魔人布偶竟然没有死，他身体的组织全部变成了小布偶。这么诡异的事情令比克震惊不已。他们逐渐融合在一起，魔人布偶再次复活。贝吉塔的牺牲看来毫无意义。而在他牺牲前，大家为了弄清楚贝吉塔为什么变得如此邪恶，竟然杀死那么多观众，他们前往魔人布偶的所在地。博尔玛在飞机上忧心忡忡，而雅木茶却大放厥词：“没有贝吉塔还有我呢嘛！”气得博尔玛朝他大吼：“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！”引得飞机一阵乱晃。突然前方又出现一股强大的气浪，将飞机震得摇摇晃晃，差点掉进大海里。雅木茶控制着飞机方向，博尔玛看着窗外，思绪万千，十分担忧贝吉塔的安危，不知道他到底怎么了。刚刚的气浪将飞机的发动机损坏了，冒着浓浓的黑烟，飞机急速下落。就在危机时刻，18号跳下来，将飞机安全放到了地面。看到地面，大家松了一口气。他们不知道，刚刚的爆炸就是贝吉塔自我引爆的能量。剧烈的爆炸将贝吉塔的身体化成了灰烬，急速坠落到了地面，随风刮走了。比克本想下来打扫战场，看到巴比迪利用防护罩成功活了下来，他正打算将巴比迪彻底消灭掉，没想到布偶的碎块在蠕动，他们逐渐变成小布偶。比克看到惊讶不已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他们飞到空中，全都汇集在一起，逐渐形成更大的布偶。其中一个布偶手指一挥，其他的迅速靠拢，像一块橡皮泥似的融合在了一起。在紧要关头，比克迅速逃离了此地，不然等布偶完全恢复，他将会命丧黄泉。成功复活后的布偶异常开心，他走到巴比迪面前，看到他的惨样更加开心了，站在他面前欢快地跳了起来。但是巴比迪气得大骂，恐吓布偶要将他再次封印起来。这下老实了，迅速利用魔力将他恢复了身体。为了报仇，巴比迪打算血洗地球。在这危急关头，骄王神与悟饭都身受重伤。博尔玛他们正开着飞机到处寻找龙珠，没想到飞机落地时撞到了地面，他们摔得东倒西歪，而龟仙人一把撞到了18号的怀里。这个色老头顺势将自己的头埋进了他的身体，蹭来蹭去，这将18号惹恼了，夹住他的头将他提了起来。龟仙人伸手又摸了过去，18号再次用力将他的头都捏变形了，一把甩了出去。比克将乌天与特南克斯带到了天神殿，现在唯一有希望战胜魔人布偶的就剩他们了。看到过悟饭实力的骄王神一直在寻找他的下落，他是打败魔人布偶的关键力量。而在远处的悟饭依然昏迷不醒，巴比迪带着魔人布偶到处烧杀抢掠，将整个城市弄得一片狼藉。而躺在地上的悟空终于苏醒了过来，站起来却感受到魔人布偶的气依然存在，而贝吉塔的气息不见了。他打算向比克问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看到悟空没有消失，库林激动不已，老泪纵横。他们急忙跑过去，丹迪利用神力开始帮悟空治疗伤口。比克告诉他，因为打不过魔人布偶，贝吉塔自我引爆了，而悟饭生死不明。悟空不敢相信竟然有这种事情，连贝吉塔都被打败了。比克继续告诉他，魔人布偶的威力真的像帝王神害怕的一样，超乎我们的想象。如果继续任他们胡作非为，估计全宇宙的生物都会消失。悟空忧心忡忡，一脸严肃，深沉地告诉他们，我跟贝吉塔的实力不相上下，他牺牲都没有打败魔人布偶，我没有任何胜算。所有人听到害怕了，库林垂头丧气。悟空继续说道，如果贝吉塔或者悟饭还活着，可以利用融合，或许还有希望打败他。这是悟空在地府中向梅塔魔星人学来的，利用两个力量与身材相近的人融合在一起，可以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。而曾经比克和比尔也做过类似的融合，比克由此获得了巨大的能量。悟空虽然知道融合技巧，因为在地府中找不到实力相当的人，所以从未实验过，而且在地球中只能停留1天，就算到地府中找到贝吉塔，悟空也没有机会再回到阳间了。正在大家苦恼之际，波波想到了还有2个孩子，他们身材和力量都差不多，这下终于又看到了希望。库林激动不已，大家商量好最后的对策，而2个被委以重任的小家伙还在肆无忌惮的睡觉。布偶驮着巴比迪在地球一直溜达，他们路过一个游乐场，童心未泯的布偶看到兴奋不已，在过山车玩耍了起来。这么快的速度将巴比迪吓坏了，瞬间又从地面将他接住。旁边的游客看到他们惊讶不已，竟然可以飞。博尔玛集齐了7颗龙珠，正在召唤神龙，他念出咒语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一团金色光芒直冲天际。悟空看到立马慌张了，如果龙珠的3次愿望被用完的话，要等1年才可以使用。悟空开始寻找博尔玛的气息，神龙出现在了闹市中，所有市民都看到了这样一个庞然大物。博尔玛向他许愿愿望，让被贝吉塔杀死的好人复活，神龙立马帮他们实现了。而悟空刚找到博尔玛的气息，因为他的气息太弱了，所以在他赶到的时候已经晚了。虽然晚了，但还是阻止了他们继续许愿。龙珠在4个月后还可以使用。悟空送走了神龙，地球又恢复了明亮。为了他们的安全，悟空打算利用瞬间转移将他们带到天神殿，而巴比迪要开始实施复仇计划。他们飞到一座繁华的都市，降落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。司机从车里出来，因为挡住了他的去路，对着布偶大骂。布偶转身告诉他，你完蛋了，然后从身上拽下一坨肉，瞬间将他缠住了，然后直接嗝屁了。围观群众看到十分惊慌，四处逃窜。他又走进一家蛋糕店，店里的小姐姐被他今天的方式吓到了，他抱起柜子里的蛋糕胡吃海塞，吃完蛋糕还没过瘾，直接破墙而入，走进生产车间，一把推开阻止他的工人，走到流水线的一端，张开大嘴，所有蛋糕直接流进了他的嘴里。但布偶依然没有吃饱，他走出房间，巴比迪想跟上去，却被店里的小姐姐踩住了衣服。他们吵着让他赔房子与吃蛋糕的钱。巴比迪告诉他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这个世界的毁灭全在我一念之间。但看着他就
就是个小家伙。服务员小姐姐完全不相信，抓住他的战袍，一把将他丢了出去。这可是能当世界之王的人，竟然被这样暴虐，可想而知他的后果，被挂在了屋顶上。巴比迪急不可耐的想走，但布欧根本不着急，还在蛋糕店吃东西。巴比迪告诉他，如果再不走，我就将你封印起来。布欧听到一愣，立马起身出门，但是刚走到门口就被警察给团团围住了。但是他的手臂实在太粗了，根本戴不上。他夺过手铐，揉成一个小球，一口气将一名警察击倒了。看到他袭警，所有警察朝他开枪，但是打在身上的子弹毫无效果。布欧一个嘴炮将一辆警车瞬间炸坏了。自从杰比特复活后，他一直在寻找救亡神的下落，终于在一个峡谷中发现了救亡神。好在他还活着，杰比特利用自己的神力将救亡神的伤治疗好。但是再次看到杰比特，救亡神惊讶不已，忍不住感叹道：“地球真是一个神奇的星球。”他突然想起来，午饭还在危险之中，两个人急忙开始寻找。他们在飞行中感受到了魔人布欧强大的力量。杰比特对未来十分绝望，但是救亡神告诉他不要绝望。自从看到赛亚人的力量，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他们在一片丛林中发现了悟饭，杰比特感受到悟饭还没有死，救亡神打算将悟饭带到连大教皇都不曾踏入的救亡神星球。众人被悟空带到天神殿后，他们询问悟饭和贝吉塔的下落。悟空知道这件事无法隐瞒，他告诉众人，悟饭和贝吉塔已经死了。这一晴天霹雳对众人来说简直就是巨大的噩耗，琪琪立马晕倒了，而博尔玛伤心的泪流不止。比蒂利也不敢相信，他心爱的悟饭竟然被杀死了。而另一边，巴比迪通过魔法将自己的声音送到了地球的所有角落。他让人闭上双眼，画面中出现的3个人物是他正在寻找的，而他知道当事人一定听得到，并且做好了自我介绍，他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物。刚介绍完，布欧就开始了行动，他将所有人都升到了天空中，然后利用魔法将人类变成了糖果，一口气将他们全部吸进了嘴里。悟空通过巴比迪的魔法看到了这发生的一切，但现在他们却无能为力。而被寄予众望的乌天和特南克斯能扛起这杆大旗吗？